哎呀，各位哥哥确实厉害，自己人打劫自己人，玩的可真是花呀。你懂啥？这粮食作为税粮，交到朝廷派来的钦差手里，就不属于他们平州的粮食了。哎呀，那你们胆子可真是大呀，连朝廷税粮都敢打劫。不然呢？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就这么便宜了鲜卑大军？而且你小子是不是忘了，我们用的是威虎寨的名头啊？可惜了，那帮龟孙没追来。放心，咱们迟早收拾他们，现在只是热热身，对吧，六爷？此间事了，另外一处咱们该去收网了。六爷，咱们抢到的粮食大概有1万斤出头吧？有。小猪啊，你想多了，那些粮食一定会被烧成灰烬的，他们救不回来的。经过这么一遭，咱们也算是一个锅里搅勺的了。不妨告诉你，那么多粮食，只有最外围的那一圈是真的。哎呀，亏了呀，还是亏了。秦胜闻言，在心里点了点头。这批税粮，光外围的真粮食就有近10万斤。他当时觉得真粮掺进去多了，但媳妇儿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说你们胆大包天，这都是轻的了，你们就不怕被朝廷钦差发现呐？你真天真，你以为我们来这儿是干嘛的？2位钦差只有2个结局，没发现税粮的异样的话就能活着，如果发现了就只能去死了。理由都是现成的，要么死于鲜卑之手，要么死于山贼刀下。你们怎么携带了那么多松油？引火好用啊，就带了。那你说说，鲜卑大军为什么就在那个节骨眼上出现了？索大人，你什么意思啊？怀疑我勾结鲜卑？我是有天大的本事，还是有天大的脸面，指使得了鲜卑2王子及其大军？你不用那么激动，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毕竟鲜卑大军出现的太巧了。为什么会遭遇鲜卑大军？左大人心里没数吗？我提过多少次了，让你们不要运粮走，让你们回头。好了，现在出事了，倒推到我头上来了。左大人，这事儿确实怪不了鲁卫，你应该是误会他了。那你为什么要烧掉那么多粮食？不烧掉，留着给鲜卑大军，让他们吃饱喝足了，来屠戮我们大理百姓。总之，你不应该烧掉那些税粮的。不烧掉的话，我们还能让吕德胜出兵将税粮抢回来。现在可好，你一把火烧掉了，我们连抢回来的机会都没有了。税粮还在老地方，你尽管回去抢。想甩锅给我们，没门儿！这人就是个白眼狼，刚才就不应该劝他离开的，让他和税粮共存亡，顺便让他领教一下鲜卑大军的残忍。真以为自己有9条命呢？人家凶神恶煞的，一样见了山贼，见了鲜卑大军，那都是撒丫子逃命。我不管，这次的事算是你们护粮不力，责任全在你们平州。所以，你们平州需要再缴1次粮税。这事儿你得和我们吕大人说去。回到驿站时，双方分道扬镳。徐君凡拉住左翼，咱们先把税粮被劫的消息传回去吧。鲁威回来后，悄悄地去了一趟刺史府。当天夜里，平州刺史府又飞出去好几支信鸽。乱臣贼子，当真是乱臣贼子。最终，宋末罢黜吕德胜的圣旨被4大顾命大臣给联手拦下了。张宪和左安民得知消息后，也立即赶往宫中。此时的整个宫中只有宋末并6个臣子在。皇上，这道旨意不能下呀！皇上，这道圣旨确实不能下。以平州目前的形势，这旨意一下会激怒吕德胜的，届时他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将平州拱手让给鲜卑怎么办？他敢？你们要让朕忍下这口气？瞧瞧他吕德胜都干了什么？120万担的税粮，在他辽西郡的地盘被鲜卑抢了，龙城有盐湖却知情不报，私自开采。皇上，恕臣直言，税粮被抢，责任真不在吕大人。攻打平州的鲜卑大军，吕大人守住了，这事儿应该怪幽州刺史邓方义。要不是松州失守，又被平郡被击穿，平州税粮也不会被劫。要是他吕德胜多派点兵护送运税粮的队伍，税粮何至于被劫？皇上，你直接断了给平州的支援，就足够惩罚吕德胜了。不过这道旨意，暂时先压下呀，咱们看看局势发展再说。最后，宋末同意了。
但沈婉他们都不知道，左翼还出了一个想让平州老百姓再缴纳一次税粮的昏招。平州、辽西郡、昌黎。这是真的吗？哎呀，是的呀，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了。吕大人请求朝廷支援一些兵器，但是被拒绝了呀。朝廷怎么可以这样？大家不知道，咱们这位皇上给北境和并州支援了兵将粮草，给幽州的支援也是筹集完毕，却独独断了我们平州的支援，真是岂有此理！北境、并州、幽州，朝廷都给了支援，为什么独独漏了我们平州？难道我们大平州就不是大理子民了？为什么如此苛待我们？这个消息在再次强征税粮的流言上进一步激起了民愤。秦衡刚和士兵们一起吃完早饭，就听到城门口鲜卑大军又开始擂鼓了。喂，大理龙城的缩头乌龟，可敢出来与爷爷一战？你们这些没有卵蛋的软货，只会躲在城里，不敢冒头。就是啊，你们都龟缩着小半个月了，这么怕死，那就赶紧把城门打开。我们七王子说了，降者不杀，降者不杀，降者不杀。今日不降，来日等我们攻破你们这乌龟壳，必将汝等屠杀殆尽。对，屠杀殆尽。费祎请求出战，无需理会。那费祎请求夜袭，此事在意。费祎只能无奈且憋屈地离开。来到城楼下，他朝着木头桩子狠狠地打了一拳。秦世子为什么不同意我们夜袭啊？就是，咱们一直龟缩不出，鲜卑蛮子都把咱们骂成啥样了？城外看着依旧毫无动静的龙城，拓跋连撇嘴：这帮龟孙子可真是忍得住啊！七王子，可汗命二王子率军来协助我们。二王子分兵了，一半由河西将军率领前往文城县，一半由二王子率领前来龙城。此消彼长之下，他们破城的希望就更大了。秦胜带着他的骄兵悍将们一路疾驰来到龙城。大哥，我来了。辛苦了。不辛苦，大哥。拓跋金分兵了，他亲自带了一半的兵往龙城方向赶，明天一早应该就会抵达了。我知道了。今晚咱们要行动。好。秦家兄弟俩说话的时候，城外的鲜卑蛮子依旧在叫骂：你们这样不行啊，说出去要给吕大人丢脸的。不然你来。我来就我来，骂架较阵是吧？你们这些龟孙都是小娘有的，胆子才那么小。大理龟孙下来，与爷爷一战高低，爷爷敬你是条汉子。我们要出去随时都可以，有本事你们上来呀！你们上来，我们打一场，爷爷在这儿等着你。不来是狗，鳖孙。什么？你们上不来？上不来你说个锤子！秦衡按计划下令移师文城县。走喽。去哪儿啊？咱们撤到文城县，这里就交给秦六爷了。阿胜，交给你了。大哥放心吧，一切有我呢。城外鲜卑营帐。这是怎么回事？昨晚我们被龙城将士西营了，可知晓是何人所为，能把老七的营地弄成这样，是个心腹大患呢。只听他们喊那头目六爷，我听说了，现在平州守城的将领有大理镇国公秦越的几个儿子，所以平州才会变得难以攻克。秦越不是前年战死了吗？拓跋金解释了一下秦家和平州刺史吕德胜的关系。损失如何？营帐几乎全毁，粮草被烧了，抢救回来了一些，仅够支撑3天。3000多战马，只剩下800多了。3万大军昨晚伤亡1万余人，其中骑兵营受到重创，目前还有完整的作战力的大概有13000人。拓跋连，你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损伤如此惨重？轻敌，玩忽职守，你想想怎么和傅寒交代吧。二哥，你要帮帮我呀！理由？帮我这一次，以后我站在你这边。可以。还有二哥，你要帮我报今夜之仇，攻下龙城后，不要屠尽城内所有汉民。哼，小事。
龙城第二次进攻时，他们直接放弃了对城门的攻击，全部攀城而上。等城中所有防守的材料都用完之后，秦胜他们按计划撤走了。拓跋金攻下龙城之后，拓跋连发现整个龙城都空了，没有人可以给他杀，他整个人气死了。二王子、七王子，发现敌军撤离的痕迹。哪里？他们往东南方向去了。另外，我们沿路还发现了这个。拓跋金一看士兵手上的东西不是别物，正是白垩，他急了。二哥，我去追。说着就冲了出去，他所率领的骑兵连忙跟上，其次是部族。多带点人，注意埋伏。陈金龙带着人刚蹲好，拓跋连就带着易水的骑兵追了上来。来了来了！嘘！他们埋伏了一条非常适合骑兵走的路，小心山上有埋伏。这时秦六爷带着人已经跑远了，只看到人影了。拓跋连意识到再不追可就晚了。来人，先让人趟一趟这路。拓跋金命令，立即有一骑飞身而出，疾驰而去。一看探路的没事，拓跋连立即下令全速追击。拓跋连所领的鲜卑骑兵都冲入了这一段路，然后就被催了。没多久，战马的悲鸣声此起彼伏地响彻了整个山涧。中计了！鲜卑骑兵们中计了！埋伏！有埋伏！路上有什么？好像什么东西扎伤了马蹄。停下！后面的快停下！就在拓跋连等骑兵们乱成一团之时，秦胜率兵又杀了出来，痛杀落水狗。就在这时，一把刀横在了拓跋连脖子上。嗨，拓跋七王子，又见面了。即使被俘虏，拓跋连依旧难掩高傲。不记得老朋友了啊？上次你在侯城被俘虏，还是俺老朱凭着30年的杀猪经验把你吊起来的。不过可惜了，拓跋金没有追上来。紧跟其后的部族到了，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投降吧，不然我杀了他。兵卒们面面相觑。说话，让他们投降。投降！你们给本王投降！朱大壮、陈金龙等人领着人上前绑人。等将人都绑好之后，他们来处理或死或伤的战马。辽西郡刺史府，要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顾师伯请坐，想见我还是挺容易的，没你说的那么夸张。顾章是詹若水的师兄，吕明志喊其师伯。不知顾师伯找我何事？顾章从怀中小心地拿出一物。秦六夫人请看。顾师伯这是？用话解释起来比较费劲，不如我们来试试此物的威力。秦六夫人出去一观。吕宋离颔首应下了。他们在后花园里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只见顾章将一只装满了土炸药的荷包埋在地里，用松油抹过的稻草做引。他点火后迅速后退，只听见砰的一声，10块泥土被炸飞了。吕宋离觉得威力还有改进的空间，他也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了顾章，同时问他愿不愿意继续秘密研究此物。顾章听闻他这么问，显然是知晓此物的用途，他自是愿意的。于是吕宋离唤来萧坤，由他负责协助顾章的研究以及日常生活所需。下午捷报就传到了刺史府。报！六爷抓到了拓跋连，问如何处置。这没什么好说的，肯定是让攻打平州的2路鲜卑大军停战。于是在拓跋寻和拓跋金准备再次攻城的时候，拓跋连再次被压到侯城城楼之上吊了起来。这是第2次了吧？啊，拓跋七王子还没适应呢。大哥，怎么办？鸣金收兵，一切等请示了傅寒再说。文成县那边则是送去了拓跋连身为七王子的玉牌。那边的将领见到玉牌之后，同样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鲜卑开辟的侯城和文成县2处战场被迫停战。鲜卑王庭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当天他们就攻下了隔壁的代郡。宋末又惊又怒，面对鲜卑的狮子大开口，朝廷上下都失声了。割让5州，断断不可能。你们大理不是有句话叫做漫天要价，坐地还墙啊？不管什么事都是可以谈的嘛。
谈判的地点在张宪的强烈建议之下，定在了幽州右北平郡。下朝后，宋墨接到了一封密信，密信上揭露了平州的税粮被劫一事的密信。乱臣贼子，弄虚作假，欺君罔上，该杀！随后，宋墨先是传召了恭亲王，君臣密谈小半个时辰。据说恭亲王出宫时，整个人面无表情，让人看不出喜怒。宋墨后面传召了林冉，给了他一道密旨。最后，一道任命吕德胜负责此次谈判的圣旨从皇宫发出，以800里加急的速度送往平州刺史府。宋墨点了左安民作为副手。张大人放心吧，这一次我会好好辅助吕大人的。你最好是……张宪回了这么一句，然后甩袖离开。平州刺史府，知心吴林冉前来传旨。吕德胜接旨后，林冉告诉他，接下来这段时间他会一直待在平州，直到谈判结束。在吕宋离的安排之下，他们吕家父女和秦家4兄弟，再加一个薛许，齐聚一堂。爹，宋墨这一次可能容不下你了。他没说的是，这个结果完全是他在背后推波助澜造成的。哦，什么玩意儿？什么叫容不下我呀？爹，咱们龙城有盐湖的事，宋墨知道了，还有税粮被劫一事的内情。不是，他这是什么脑子呀？税粮的事儿，即使知道他们弄虚作假了，那好处是不是老百姓的了呀？宋墨怒什么怒啊？难道非要粮食被烧，或者是被鲜卑抢了，他才开心吗？等等，宋墨既然都容不下我了，那为什么还要下旨让我负责此次谈判一事啊？闺女儿，宋墨阴我。他估计想物尽其用吧。这场谈判您能谈下来最好。那要是谈不下来呢？那他大概就会来找您麻烦了。真是无耻之尤！前头让他负责谈判，为大理争取利益，后头就要咔嚓他。闺女儿，你说咋办呢？爹，你说呢？反了他。这大逆不道的3个字一出，也让秦家兄弟和薛许心中一跳。好，反了他。闺女儿，真反呐？当然。爹，你不要害怕，咱们反了之后，情况再差也不会比任由宋墨宰割来的差，何况我们起事未必会败。行，那咱就反了他。大哥，我们吕家欲反了这宋氏王朝，你意下如何？秦燕、秦昭和秦胜都屏息看向自家大哥。六弟妹，我同意。2弟、3弟、6弟，很显然，宋墨在位的一天，我们秦家平反的可能微乎其微。我不想让孩子们以后都背负着流犯的身份。再说了，我们秦家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不过是一条贱命罢了。大哥，你既然决定了，那咱们就跟着你干到底。我们是武将，大不了就战死沙场。薛先生，此事事关身家性命，如果你不想淌这趟浑水，现在就可离去。秦六夫人主若不弃，薛许愿效犬马之劳。薛先生谦虚了，能得薛先生相助，实乃吾等之幸。那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接下来怎么做。随着谈判的时间越来越近，右北平郡越来越热闹。11月25，谈判双方人马都已就位。你们一点也不肯让步，要知道5州你们也是各占了1郡而已。啊，不对，我们平州你们还没有攻下任何一个城池呢。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就是坚持要大黎割让5州，这还叫谈判吗？我看不用谈了，直接开打好了。你以为我们不敢？行啊，要开打是吧？那我们就先杀个人来祭一下旗好了。吕德胜话音一落，被吊着的拓跋连就发出了一声惨叫。吕大人，谈判刚开始，刚才也只是开个玩笑罢了，何必动怒呢？拓跋王爷的话我很能理解，我刚才也是开了一个玩笑，让人试一试刀子够不够锋利。行了，玩笑互相开过了，那咱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吗？当然了，开始吧。谈判继续，鲜卑逼迫大黎割让5州，归还拓跋连，才愿意撤兵停战。
大黎这边则是要求鲜卑大军无条件撤出大黎，并签订10年和平条约，10年期间拓跋连需在长安为质。双方重申诉求，寸步不让。哼，你们再说一遍，真的是不想好好谈了是吗？王叔，你们好好谈呐，拿出诚意来谈。于是鲜卑王庭那边磨磨蹭蹭，最终决定让一步。那就割让4个州好了，我们放弃凉州，要北境、并州、幽州、平州。我们这边呢？恭亲王没说话，林冉很显然是来凑数的，对谈判进度漠不关心。既然大家都不让步的话，这谈判没法谈。娘的，这就像2头倔牛，按下一头还得按另外一头，真是心累呀。这次谈判全权交给你。4个州太多了，你们先别着急反驳。我承认你们鲜卑大军很骁勇善战，但是这4个州里，你们也只占领了3郡。现在你们要求大黎提前割让10几处不一定被你们拿下的城郡，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3个州，我们的底线是3个州，再少就免谈。你们鲜卑一点也不退让，敢问那拓跋连的价值在哪里？你们鲜卑一点也不退让，敢问那拓跋连的价值在哪里？他的价值就是给你们大黎创造一个谈判的机会。你确定是这样吗？我认为这个机会是给予到双方的。我们大黎固然不想打仗，你们这些鲜卑贵族喜欢打仗，但底下的游牧牧民呢？他们的父母妻儿呢？也喜欢打仗吗？也愿意打仗吗？要知道，打仗是会死人的，死了那可啥都没有了。现在你们降低一下要求，白拿好处，未必会比死很多人之后比现在多拿一点点好处差。他什么都不知道。鲜卑谈判团一阵交头接耳之后，拓跋玉再次开口：2个州少1寸土地都不行，你们不答应的话，我们只能自取了。自取的话，到时只会往多了取。现在割让2个州给我们，我们会视情况撤出晋阳、雁门和代郡3地。吕德胜知道这是鲜卑的底线，不可能再退让了，挺遗憾的，但他尽力了。如果这个条件你们没意见，咱们就来谈谈你们大黎需要割让的州。你们鲜卑需要哪2个州？我们要平州和幽州。不可能！娘的，我辛辛苦苦主持谈判，到了最后要割让我的平州，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大黎是想继续开战吗？拓跋大王子，这个谈判结果我们大黎没意见。这个条件我不答应。你们大黎怎么说？吕德胜，你不要胡闹，你主持的这场谈判是失败的，朝廷不追究你的责任就算好了。而且平州是大黎的，朝廷有权处置他。总之我不同意。吕德胜，你同意不同意并不重要。此时林冉站了出来：吕大人，现在你已经不是平州刺史了。什么？我这就不是平州刺史了？吕德胜，接旨吧。臣吕德胜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平州刺史吕德胜在任上2年，立身不正，行止颠倒，横行无忌，一味以私心私己为己任，甚至与贼寇沆瀣一气，于政事上弄虚作假，欺君罔上，无忠臣之志。朕以此为愤，以此为戒，故下旨革去如平州刺史之职。本人及家眷押解回京，另行审查。钦此。吕德胜，接旨吧。吕德胜跪在地上，久久未起身。这时徐君凡走了进来，看到左翼在收拾行李了。左大人，我接到命令，朝廷同意了我们向平州征集第2次税粮的提议，这事儿上面打算交给你来负责。这是真的吗？是的，这事儿要尽快去办了，至少要通知下去了。好，我立即去办。左翼，原谅我，我也是逼不得已，死道友总比死贫道好。要不是你之前那么跳脱，还有你们左家招摇了人家，或者但凡你别那么自以为是，也不会招来这杀身之祸。文城县某处别院，怎么样了？放心，一切都安排下去了。好。此时文城县城门人头攒动，
咱们吕大人负责这次谈判呢。吕大人很厉害的，一定会为他们据理力争的。刺史府负责传信的护卫很准时地开始传递第一波消息。双方谈判团抵达平冈了。鲜卑王庭那边前来谈判的人有王爷拓跋玉、大王子拓跋寻以及独孤忠、尉迟睿2位鲜卑大将。我们大理这边则是由吕大人带领恭亲王、执金吾林冉林统领、左安民左大人等副手列席。啊！瞧瞧鲜卑王庭谈判团的阵容，咱们吕大人都能对标他们王爷了。那是的。谈判开始了，开始了！鲜卑谈判团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在磨叽，没半点诚意。后来吕大人生气了，直接削了七王子拓跋林一回，鲜卑那边才老实了。好！吕大人将鲜卑王庭提出的要求从割让5州谈到了只割让2州。哎呀，好啊，不愧是吕大人呐！吕大人真厉害呀！可惜咱们没办法亲自去到平冈，不然坐在下面听吕大人舌战鲜卑，那才叫爽快呢。传信护卫再次传来消息，鲜卑提出让大理将我们平州和幽州割让给他们。什么？啊，这怎么会这样啊？结果呢？朝廷是怎么个反应啊？朝廷答应了。答应了？朝廷答应了？他们被抛弃了？那吕大人呢？他怎么说呀？吕大人当然不同意了，但是什么？吕大人被皇上革职了，已经不是平州刺史了。就在这时，左翼带着他的人来了。现在宣布一个消息，平州需要再次缴纳税粮，接下来大家就按照上次缴纳的量来就行了。一时间民怨沸腾，做游侠儿打扮的险峰在左翼后面抽出长刀，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让他身首异处了。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人，老百姓们也只是在最初的时候被吓了一跳。杀了这朝廷狗官！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平州百姓要这朝廷何用啊？税交个没完！可朝廷为我们平州做过什么？不曾庇护过我们半分，却不断给我们带来风雨伤害。各位老乡，既然朝廷放弃了我们，我们也不再是大理的子民。走，身强体壮的跟我走，我们去支援吕大人。我们要拥护吕大人当我们的长官。对，走，同去。走，同去。险峰呼啦啦的带走了一群壮汉，其他身体瘦弱或者年纪偏小偏老的都被劝着留下来。王东带着几个属下悄悄离开了，深藏功与名。右北平郡平冈，所有人都在等着吕德胜的反应。我接你娘！这平州刺史我不当也罢。林冉眼睛微眯，另外一只手已经放在了刀柄之上。这时吕德胜身边迅速的出现一人，挡在他和林冉之间。林冉迅速拔剑，穿着铠甲的阿丽丝护着吕德胜迅速后退。就在这时，险峰带着一群壮汉到了。吕大人，我们来支援你了。就是，这朝廷的官不当也罢，您来当我们平州的长官吧。吕大人，我们杀了欺辱咱们平州百姓的狗官。好，杀得好！大胆！你们擅闯谈判地，是想造反吗？造反怎么了？啊！我吕德胜今天就是要反了你大理！吕德胜，你胆敢谋反，你对得起先帝吗？别跟我提先帝，也不看看你们朝廷都干了什么狗屁倒灶的事儿，正事儿不干，一天天只会盘剥百姓，遇到屁大点事儿就只会放任百姓自生自灭。现在是大理放弃了平州，但是我们平州绝不自弃。鲜卑蛮子想占领平州，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恭亲王，现在这情况，你们大理必须给我们鲜卑王庭一个交代。刚才的谈判结果究竟作不作数？拓跋王爷，我们大理一口唾沫一口钉，谈下来的约定肯定认。拓跋王爷，很抱歉地通知你，刚才的谈判结果不作数。我刚才是作为大理此次谈判的负责人，现在我作为平州最高地方长官、最高行政负责人，不同意这个谈判结果。平州在我手里，拓跋连也在我手里。你们鲜卑谈判团的成员稍微有点脑子，都知道该找谁谈。吕德胜，你确定你要一意孤行？恭亲王，我也没办法，总不能束手就擒吧。恭亲王，何必与他废话那么多？
他刚才的话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不过是想美化他的狼子野心，以及他吕德胜谋逆的事实罢了。这样的乱臣贼子就该就地正法。拓跋王爷，请你带领你们鲜卑大军暂时后退，给我们一点时间和空间来解决分歧，好吗？其实你们可以更不要脸一点，和鲜卑合作呀。诸将士听令，后退20里。孙将军何在？末将在。我以皇上的名义命令你领兵平定叛逆。末将领命。孙大将军，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务必要诛杀吕德胜这个乱臣贼子。秦燕何在？卑职在此。此战就交给你了。卑职领命。一时间，双方车对车，马对马，摆开了龙门阵。大动干戈的战局一触即发。平冈，秦燕所率领的1万平州兵和谢延圭所领的2万孙家军打的是难解难分。鲜卑谈判团观战，平州兵很强啊，这样的兵族不知道平州有多少，平州兵竟然这么强。恭亲王，要不要帮忙？我们鲜卑大军可以帮你们大理铲除吕德胜这乱臣贼子，事后你们大理只需支付1个州的报酬就行。在场的人只要不傻，都知道鲜卑不安好心。皇叔，我还在平州手里啊！皇叔这是想干什么？皇叔，我还在平州手里啊！皇叔这是想干什么？糟糕，忘了那倒霉侄儿在平州手里了。恭亲王，停战吧，再打下去，除了2败俱伤，没有别的结果。你手里那4万兵马，这是底牌，不能动的。如果真的要动，我们要做好被鲜卑一锅端的准备。另外，即使我将4万兵马全都投进去，也不一定能达到你所想要的目的。平州方面有多少这样的兵马，你知道吗？就依你所言，停战吧。皇上终究是养虎为患了。孙家军最先挂起了停战牌，秦燕挥舞着军旗，打出了同意的旗语。你们也没打出个结果来，现在我们该和谁谈？恭亲王，之前的谈判结果，你们大理能兑现吗？哼，拓跋连在我们手里，你们鲜卑爱谈不谈？吕大人，那咱们就来谈谈，要如何你们才肯放了我们七王子？你们鲜卑先和大理朝廷谈吧。拓跋玉满脸问号。你们不和大理朝廷先谈，我怕你们支付不起赎回拓跋连的代价。好家伙，他不会是想他们过个手，把谈到的好处给他吧？等会儿吕德胜就会知道他在想屁吃。咱们先谈，去那边谈吧。大理的官员另外收拾出来一处地方，那里远离平州势力所在地，以恭亲王为首的大理官员与鲜卑谈判团到一旁重新谈判。恭亲王，你们大理需要割让北境、凉州和幽州给我们，然后我们鲜卑撤军，并归还并州的雁门、代郡，并签订10年停战条约。玉王爷，之前我们不是已经谈好各让2个州的吗？咱们谈这个条件有个前提，就是咱们七王子在你们大理手上。一会儿我们还得去和吕德胜谈，我们还不知道吕德胜会提出什么条件呢。多要1个州不过分吧？大理不答应的话，我们自取也行。这事儿我不能做主，谈了1次2次，你当我们是来陪你们过家家的？本王需要请示我们皇上，这么大的谈判，大理皇帝派来的人竟然无法做主，你们大理是不是耍我们？说着，他人就站了起来，大有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架势。我恭亲王代表大理答应割让北境、凉州、幽州给鲜卑王庭。哎，这就对了嘛。吕德胜频频看向谈判地，他是真的好奇鲜卑那边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才会让恭亲王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吕大人，属下可以根据对方说话时的唇形，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听着好厉害呀！哎呀，真是没想到啊，他们平州还有这样的人才。哎，快给我说说，他们大概都谈了些啥？陈月便将他知道的说了。
拓跋玉领着鲜卑谈判团其他成员走了过来。你们和朝廷那边谈好了？那来吧，你们鲜卑和大黎那边都谈了什么条件？这是机密。你们鲜卑打算付出什么代价赎回你们的七王子？你们将龙城让给我们鲜卑，顺便将拓跋连放了。我们鲜卑王庭承诺，未来10年不会攻打你们平州。拓跋玉，你看我像是傻子吗？吕大人，你反了大黎，大黎皇帝不会放过你以及你们平州的。如果我们鲜卑再攻打你们平州，你确定你们能顶得住？你们大可以试试。拓跋玉还待说呢，被吕德胜打断了。行了，你不用再劝了。我不相信你们鲜卑王庭的承诺。去年你们也是签订了3年的和平协议，可是结果呢？吕德胜这话像一巴掌甩在了拓跋玉脸上，就差说他们的承诺一文不值了。这次我们鲜卑南下是有原因的。行了，拓跋王爷，你代表你们鲜卑王庭给出你们的诚意，可是要不要听听我们这边的要求？吕大人请说。我们要幽州，还有之前我们平州被你们2王子劫走了120万担税粮，你们鲜卑必须将这批税粮归还给我们。吕大人，你们这个条件太过分了，一个幽州并120万担粮食，太贵了，七王子太贵了。吕德胜知道现在粮食有多贵吗？难道你们尊贵的七王子殿下还不值这个价吗？再说了，我们只是想拿回属于我们原本的东西罢了，这个要求并不过分。狗屎！可是我们并没有抢到多少粮食，绝大部分的税粮都被你们一把火给烧掉了，还有一部分又被平郡的山贼抢了。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平州就是丢了120万担税粮，你们得赔。吕德胜，你讲点道理。我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拓跋金，你就说你们鲜卑有没有去抢税粮吧？是去抢了，这不就得了？可是在我们之前，你们的税粮已经被山贼抢走了一部分，大部分还被你们一把火给烧了。我们最终却抢到了不到2万斤的税粮。骗鬼呢！军粮的下属说，当时运粮队出事的地点边上就有小河，看到粮食着火，你们不救绝大部分粮食肯定被你们救下来了。敢做不敢当，不是男人。山贼抢走了一部分，火烧了一些，但你们鲜卑肯定抢去了大头。吕大人，赔偿120万的粮食太多了，可否免去？我们拿幽州和你们换七王子，就当和我们鲜卑交个朋友。吕大人，赔偿120万的粮食太多了，可否免去？我们拿幽州和你们换七王子，就当和我们鲜卑交个朋友。行，那20万担就当作是被山贼抢去以及烧掉的那部分好了，100万担可不能再少了。皇叔，我不想死啊！傅寒舍不得花银子花粮食救我，我体谅他，那我自己花钱赎自己还不行吗？你们只需要把幽州给出来，这100万担粮食我来付。吕大人，我没有那么多粮食，用金银珠宝赔行不行啊？哎呀，这行吧。皇叔，我娘一定会把赎我的金银都塞进粮草堆里面了，你去找找，然后把我赎回去呀。这败家玩意儿，他什么时候偷偷将自己的家底弄进了粮草堆里？拓跋王爷，怎么样？交易吗？皇叔，答应他，先把人救回来再说。好，就这么说定了。我们拿幽州和价值100万的粮食的金银来交换七王子拓跋连。行，那你们去准备吧。你们准备好后，我们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藏在潦草里的金银珠宝很好找，没多久就运过来了。你们不要停战协议？你们那个停战协议就和放屁一样，我们不要求。价值100万担粮食的金银珠宝都在这儿了，幽州那边我已经让人去交涉了，后面你安排人前去接管就行。行，等我们的人接管幽州后，我们便将拓跋七王子给放了。等等，拓跋王爷，你们上当了。恭亲王想借着税粮被劫一事的真相，再和拓跋玉谈一谈，
一支箭矢从他面门上穿过，直接将他的眉毛剃掉了一缕。恭亲王吓了一跳。恭亲王，有些时候还需谨言慎行啊，你说呢？恭亲王，幽州准备好移交了吗？恭亲王还没回过神来，是林冉代为回答的。已经下令让官吏撤离了。秦燕、秦昭，你们二人带15000兵马前去接管幽州各郡。是。平州发布了一篇檄文，传檄天下。平州告天下，讨伐大黎第8任皇帝宋末。宋氏末者，先帝幼子，生母出生寒微，自小心性狠辣，其性情不定，喜怒无常，实非储君之资质。先帝充作百姓幼儿，纵之逆之。先太子性情疏朗，谦虚敦厚，善听谏言，尊师重道。其英年早逝，死于蹊跷，实为小人所害。先太子薨后，先帝大痛，引发顽疾。宋末于传承欲断之际，莫继楚威。宋末残害楚军，得位不正，心胸狭隘，不能容人。侥幸继承大统之后，残害知情忠良，开国之重臣，弃如敝履，甚至加以残害，奸佞之徒委以重任，授以高官厚禄。如此倒行逆施，人神共极，天地所不容。宋末继位之后，方有南方水灾、南阳地动、雁门雪灾之难，此乃其得位不正之天罚。为掩盖其罪，宋末压制武将，弃绝良将于不用，及至北境晋阳、并州雁门代郡、幽州右北平郡之师，宋末更是责无旁贷。如此种种，皆因其得位不正之过也。平冈谈判，平州刺史尽心尽力，宋末竟然要问罪于功臣，斩杀功臣，天理焉存？大黎传至第8代君王宋末之手，气数将尽，痛哉惜哉！今有我平州人杰地灵，英才济济，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志在逐胡虏，除暴乱，庇佑天下汉民，不受胡虏残害。请天下给平州一个机会，吾等在此宣誓：大黎镇不了的灾，平州来镇；大黎打不过的外敌，平州来打；大黎割让出去的地，平州来收复；大黎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平州来收拾。总之，大黎给不了百姓的，平州给。平州也欢迎天下贤能前来共襄大业。南帝谢府，这个檄文厉害，这是降了新帝的军呐，高，实在是高。谢大人，这篇檄文广人天下知之时，必是平州闻名天下之日。江先生，咱们南帝以清君侧、诛奸佞、匡复社稷名义举事如何？谢大人，此举甚妥。两人相视而笑。长安大殿，吕德胜那篇檄文，你们都看了吧？秦家、吕家明明包藏祸心，亏欠神器，却说的冠冕堂皇，真的脸皮，朝廷的颜面都被人给揭下来了。你们一个个除了叫嚣他叛乱，还会什么呀？啊！孙明也是个没用的，10万大军竟然拿不下区区一个平州。诸位臣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都来说说自己的想法吧。皇上，您历来称赞张宪张大人文采斐然，口才了得，这讨伐平州的檄文，不如就交给张大人。皇上，微臣真不知道吕德胜有此狼子野心呐！要是早知道，微臣坚决与之势不两立。吕大人，对不住啊，保密要紧啊，这会儿。张宪，这讨伐吕德胜的檄文，由你来执笔，如何？啊，微臣当然没问题了，只不过微臣担心自己笔力不如御史大夫周大人犀利刻骨，而周大人一直以来和吕德胜打交道颇多，一定非常了解对方的弱点，不如由周大人执笔，微臣协助。行，就依你所言，你俩负责此事。娘的，烫手山芋又被踢回来了，心累呀。是，皇上，微臣领命。宋末知道
问这些大臣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意见了。最后钦点了几位重臣去了御书房继续商议。皇上，不好了，西南成王、东海靖王、岭南谢战反了。什么？你说清楚，是只是谢战反了，还是成王、靖王以及谢战三方都反了？皇上，是三方都反了，他们都反了。下午才刚离开皇宫不久的大臣们，晚上又进宫了。靖王造反，打出的旗号是伐吴道、正国本；成王则是打出了讨伐昏君、拨乱反正的名号。最后谢战是以清君侧、诛奸佞、匡复社稷名义谋反的。呸，不要脸！你们可以看不上他，但他确实很厉害呀。人家这简短的檄文里，分明预判了朝廷的下一步。皇上驾到！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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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了，诸位大臣平身吧。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吧？都来说说你们的想法，如何应对目前之变局。皇上，容微臣来说说目前咱们大黎敌人的分布。如今咱们大黎西北北境和凉州被鲜卑胡族占领，东北幽州和平州被秦吕两家割据，东海被晋王所占，岭南被谢战所得，西南被成王据为己有。大黎13州去了将近一半。朕现在就想知道如何处理目前这个局面。皇上，虽然我们之前商议的两策已经无用，但是其中的弃车保帅必须要用了，罪己诏不用下了。朕知道了，这个锅得恭亲王来背。皇上，这个时候万万不能处决其他大臣呐！大黎如今面对5个贼僚，朝廷应该如何消灭他们？皇上，咱们朝廷需要合纵连横，再进行各个击破。皇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以雷霆之军消灭这5方敌对势力中最弱的一个，剩下的看看他们的反应，再用萧太尉所说的合纵连横之法，各个击破。平州、辽西郡，我们秦吕两家反了，割据幽平2州而反，造反一事不成功便成仁，绝对没有第3条路可走，大家切不可生出侥幸之心。我们是反了，但是平幽2州的将士官员还有老百姓们呢，他们是否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我们需要争取他们的认同，争取更多的人认可我们，并且加入我们。刺史府之前就答应过，要就造反一事给平州所有人一个说法，而明天就是我们要给出说法的日子。而这个说法可不是随便给的，是需要取信于人。所以在此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确认。吕伯父，是什么事？您大可直言。檄文是以秦吕两家的名义发的，但一个势力不能有2个声音，否则那必然生乱。所以咱们秦吕两家必须分个主次，有个主心骨。我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主心骨确定下来之后，可以避免日后很多的麻烦。志远啊，你说呢？都听爹的。亲家公，此次举事是你举的旗，我以为这个主心骨默认以你为主。咱们秦吕有这个实力，不能以我为首。大哥，我能和你谈谈吗？咱们到外面谈吧。你待着，别跟来。吕宋离和秦衡来到院子外侧。大哥，对于咱们新政权的建设，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我换个问题，你想将打下来的江山建设成什么样子？安居乐业，如果可以，尽量轻徭薄赋吧。那么大哥，想不想知道我吕宋离想将咱们一起打下来的江山建设成什么样子？你说。让天下所有人都能吃饱穿暖，赋税不再成为压垮他们的重担，孩子能上得了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提高国家医疗水平，人人生病了有地方治，有钱治。这很难吧？即使是在盛世时，皇帝都不敢说，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吃饱。事在人为，我们要努力想办法帮老百姓提高地里的收成，多创办一些优良的作坊，多创造一些工作机会，人人都有工作，女人想出来工作也可以，夫妻俩一起努力将日子过好。
我们的集团有钱了，可以多创办一些私塾，还有医馆。秦衡被吕颂离所描述的万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吸引了，真美好啊！六弟妹，我明白了。这条路很艰辛，领路者注定要背负很多，所以我希望阿胜和大哥、二哥、三哥你们来帮我。好，这事儿就由我来和家里面的人说吧。好的，麻烦大哥了。两人结束谈话，走回去后，秦衡向吕德胜夫妻道了句失陪后，便将秦家的大人都喊到旁边的屋子里。我决定了，不争这个主事人。大哥都不争，我除了打仗，其他也不会啊。这个结果大家应该不意外才对。我们两家人准备一起打天下，双方各有资源筹码。吕家善政，秦家善兵。秦家在民间的声望很高，但你们别忘了，吕大人的声望并不低。铭刻在4大书院石碑上的4维句，让他在天下读书人中有了声望。之后他外放，经过辽东郡1年，平州1年，期间经历力主了2场与鲜卑王庭的谈判，在平州老百姓心中声望如日中天。听大哥你这么一说，吕大人明明有这个实力成为主事者的呀，他刚才为何会说咱们秦吕这个势力不能为他为首？吕大人很清醒，他刚才的话是自谦而已，你们还真信呢？将秦家和吕家紧密联系起来的人是小六和六弟妹，主事者必须从两人之间选出，这样咱们两家人才可能服气。如果由我来当这个主事者，对吕家而言是吃亏的，人家总不能无私奉献来帮扶我成就我吧。同样的道理，如果是吕大人来当这主事者，吕大人在的时候我们心服口服，吕大人不在之后呢，吕知远作为继承人，继承秦吕两家打拼的大业，你们能服气吗？秦燕、秦昭等人摇头，如果吕知远非常有能力，能带领大家一路向前，他们会服气，但他显然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主心骨只能是小六夫妻二人。小六在军事上是很有能力的，是天生的帅才将才，然六弟妹的能力想必大家都是深有体会。我们秦家流放后能全员保全，六弟妹居功至伟，如果没有六弟妹，我们秦家怕是要元气大伤，一路上可能都会死去不少人，我们也绝不可能在流放2年之后就重新拥有自己的军队，执掌兵权。再者，武将易得，谋主难寻，以六弟妹的能力，外加吕家的帮扶，再拉起一支军队起来，这不难吧？大哥说了那么多，我也来2句。那行，你来说。有黎黎在，我们可以放心的将后辈交付出去，我们打仗永远都不用担心粮草的问题。小六，你可以闭嘴了。大哥，你继续说吧。秦昭并不想理会秦胜这个媳妇儿吹。那我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秦家没有被流放，我们秦家是不是依旧在为大理，在为宋墨输为北境呢？会的。我们秦家既然能效忠宋墨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为六弟妹出生入死？他是我们的家人，也并不会亏待我们，不是吗？大哥，六弟妹做话事人我没意见，只是目前的局势，小六推到明面上，是不是会更好一点？造反本来就是破而后立，六弟妹的能力不输世间任何男子，真正的有识之士应该摒弃男女之别，看到的应该是当政者的能力才对。两家人再次回到议事厅后，结果已经出来了，经过咱们两家的商议，一致决定，你以后就是我们秦吕两家的话事人，幽平两州的主事者也将由你来担任。我一定会努力的，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也不要太努力了，像以前那样就好，给对手留条活路吧。我们两家人每一个人都要努力，我只是掌个舵，咱们这条大船能行驶多远，还是得看大家。六弟妹，我比较担心咱们幽平两军的主事者是个女子的话，会导致非议以及人才的流失，你有解决之法吗？非议不怕。如果只因当政者是女子就要离开的话，这样的人才也不必挽留。人才和主公，这是一个双向选择，要走的留不住。平州乃女子当政这一点，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让大家接受这个事实。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在军事上，只要秦家顶住，后面就不会有问题。闻言，秦家兄弟对视一眼，已经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不必如此紧张，情况可能会比我们预料的要乐观。就在这时，门房来报说薛先生来了。快，有请。
薛许进来的时候，发现秦吕两家神色都很轻松，心中就是一松。薛先生啊，你来了正好，已经确定下来了，你们吕会长将担任秦吕两家以及幽平两州的主事者。哎呀，恭喜吕大人，恭喜秦世子，恭喜吕会长。我建议明天公布此事。为什么？对了，薛先生，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是这样的，吕大人呐，刚接到最新的消息，东海靖王、西南成王、岭南谢战，这三方都反了。都反了？是的。难道好运气也能传染？嘿，宋墨呀宋墨，你也有今天呐，让你中间不分，让你残害忠良。吕大人呐，各位，至此目前在大黎的版图上，算上鲜卑胡族，一共有6方势力。6大势力中，如果按照地盘的大小来排列名次的话，谢战占据岭南3郡，成王占据西南4郡，靖王辖东海3郡，皆算1州之地。我们平州方面竟未占据幽平2州，俨然排在继大黎朝廷和鲜卑王庭之后，位列第3。现在出现了6方割据的局面，所以咱们先别出头，让几方势力斗上一斗再说。咱们正好沉下心来，安心治理2州。这也是我刚才建议明天公布吕会长身份的原因。我们平州出了个女主公，正好可以示敌以弱，麻痹某些势力。朝廷和岭南估计麻痹不了。嘿呀，薛先生说的这事儿那是大有可为呀。秦胜和吕宋黎2人慢悠悠地往他们的院子走去。黎黎，你今天开心吗？开心，你呢？我也开心。黎黎，既然这么开心，今晚咱们庆祝庆祝呗。好呀。还没等他露出傻笑，他又补充了一句：只能一次。秦胜傻眼了。不行吗？不行就……好。秦胜在心里盘算着，闹到几更天，媳妇儿不会生气。3更天前，我必须睡觉。什么？3更天前？现在都已经是亥时2刻了，除去洗漱等时间，剩下给他的时间还有多少？黎黎，你不能这样，再给我半个时辰呗。你再不抓紧洗漱，剩下的时间只会更少。闻言，秦胜顿住了脚步，一次就一次。今天他还能抓住这个月的尾巴，不然想亲近媳妇儿就得等下个月了。长安，皇上，你知道吗？萧太武他们接到最新消息，平州方面第1任主事者竟然是个女子，不是吕德胜。娘的，不是他，他为啥那么使劲造反？不是他，是他女儿嫡次女吕宋黎。皇上，平州此举可以看出秦吕双方为争夺话语权，应该产生过内讧，推吕宋黎一个女子上位，只不过是秦吕2家相互妥协的结果罢了。皇上，萧大人这话不无道理。目前秦吕2家一文一武，合伙打天下，然这主位就只有一个，吕家想做，难道秦家就不想吗？吕德胜坐上去的话，秦家必不会服气，而秦衡坐上去的话，吕家定然不同意。连接的关键就是秦胜和吕宋黎夫妇，主事者只能从2人之间选。对，以吕德胜的性格，即使选秦胜这个女婿，他依旧会觉得吃亏。唯有选择吕宋黎，吕德胜能同意，秦家也能接受。可是朕听说此女不同一般女子，颇有能力手腕呀。能力手腕那必然是有一些的，至少明面上要说得过去，才能坐上这1州主位嘛。皇上，微臣建议暂时不对平州用兵。皇上，桑大人所言极是。平州先是大逆不道，判处大黎，如今又选了一个女主事，简直牝鸡司晨，不是纲常礼法。行事如此倒行逆施，必不长久，不足为惧。女子当政，乃自取灭亡之道。此时的平州若无外敌，内部矛盾必然激化。我们此时要是发兵攻打平州，2家必然会摒弃成见，一致对外。不打平州，那就打谢战吧。是。
于是经过几日的商议后，朝廷一致决定先对岭南用兵。南地，族长，我们接到一个消息，平州方面宣布了李颂黎是他们第一任主事者。江先生，看来咱们麻烦了，这苏沫一定会第一个对岭南用兵的。需要老夫走一趟西南吗？麻烦江先生了。如今朝廷率先攻打岭南，他们如果不能说服成王或者晋王，旁观的双方说不定会趁火打劫，届时岭南就危险了。西南成王府，宋墨这小子总算懂了何为里外之分了。这时董继川从外面进来。董先生快来，朝廷果如我们所料，率先对谢战这个倒霉蛋发兵了。成王鸿福齐天，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完全可以趁此机会扩大地盘。王爷，谢刺史派了使者前来，正在门外恭候，是否宣见之？谢战派了使者过来，来做什么？对方应该是来说服王爷结盟的。王爷，这世上聪明人还是很多的。那便请进来吧。吾是代表吾主前来邀请王爷结盟的。朝廷要攻打你们岭南，又与本王无干，本王为何要与你们岭南结盟？成王这么想，亦是人之常情。但成王可知，岭南和西南绝非毫不相干。吾主以为，我们双方乃唇亡齿寒的关系。此次朝廷攻打岭南，成王固然可以袖手旁观，但朝廷灭了吾主之后，必然会向成王与晋王发难。如今朝廷势大，成王您真觉得能以一州之力能与朝廷抗衡？我们各自为政，很容易被朝廷各个击破，唯有联合在一起，方有一线生机。成王救南地亦是自救啊！如若本王以一州之力无法与朝廷抗衡，难道和你们岭南结盟就能抗衡了？大离朝廷势大，如同壮男；西南南地弱小，如同致死。朝廷攻打岭南，如同壮男欺负致死，犹有余力。但朝廷1打2就未必了，因为他还要预留大军来防范鲜卑、平州等地。这也正是朝廷只对岭南发兵，而非同时2线、3线开战的原因。王爷，如果我们不联手，很可能双双都没有长大的机会。你们岭南无了之后，我大可与晋王结盟，咱们两地毗邻，有天然的合作基础。如果等朝廷将南地灭了，纵然您和晋王能够联手，也相隔甚远，并不能高效地做到联动。不知成王可曾想过，如果我们岭南和平州被灭，宋末对你们只需拿一句祖宗家法，就能将你们压制住了。见成王不以为然，姜伯牙又换了一套说法。退一万步讲，成王也应该朝最大赢面的方向去努力。成王需要时间来壮大自己，打下更多的地盘，手握更多的筹码，将来也好和朝廷谈判呢。故吾私以为，成王与吾主结盟，双方守望相助，一起对抗朝廷，王爷才有胜利的可能。伯牙兄啊，你们主子想和王爷联盟，不会一点诚意都没有吧？伯牙自不会失了礼数，吾主为了表示诚意，愿意与成王共享朱崖岛3季稻的种植方法。除此之外就没了吗？当然还有，吾主承诺，等度过这次难关，下一次咱们联手攻城略地，届时成王可拿走70%获利。成王和谢战联手抗击朝廷大军的消息传回长安。宋乾，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对得起宋氏的列祖列宗吗？朕要灭了他们！皇上三思啊！不要劝朕三思，你们要做的是执行朕的意志，让朕的想法得以实现。诸位臣工，现在来说说解决之道吧。于是朝廷上的大臣们又吵了起来。宋末是真的头痛啊！平州刺史府，六弟妹，我相信谢战不是那种束手就擒的人。将士们的状态怎么样？都很不错。那我赞成这个计划。大哥，你尽管放手去做，后勤补给不用担心。好，我们做好准备。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要鲜卑一动，他们就出手。哎呀，看样子谢战和成王应该是结盟了。朝廷会不会转头打晋王啊？但是也有可能会攻打我们平州。州长，咱们要不要派个人去东海，和晋王表明我们平州结盟的意愿啊？我觉得结盟挺好的，尽管我们平州不是那么迫切的需要，但是我觉得适当的示弱那是很有必要的。结盟也不是不可以。可是如果大理朝廷最终选择先围剿晋王呢？我们平州岂不是要出兵相助？哎呀，胡老哥呀，咱们共事时间太短了，等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吴大人，你就放心吧，谁吃亏，我们平州都不可能吃亏。结盟归结盟，但出兵肯定要有条件的。就在这时，侍卫长求见。州长，先被王庭派了使者过来，说要和咱们结盟，而且对方还说他们准备了丰厚的结盟礼。回绝他们，我们平州永远都不会和胡虏外族结盟。众高层点头，鲜卑外族和他们尿不到一壶去。是。等等，来的人是谁？鲜卑来使自称尉迟勋。吕德胜听到不是拓跋可汗的那个王子，一脸的可惜，不然又可以抓起来了。平州昌黎，随着一声吆喝声响起，一辆马车在城门口不远处停了下来。昌黎到了，你们可以下来了。你们进城后，城里有很多住店的地方，打听清楚价格再住进去啊。如果有本地人欺负你们，你们可以报官，不用怕。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是你们初来乍到，也不能因为平州人客气就欺负人啊，闹到了衙门，衙门会秉公处理的，对你们也是有不好的影响。这进城后，如果你们不想住店，想租赁房屋的话，那可以去牙行看看。牙行呢也会提供一些做活的消息，牙行提供的活只适合普通人干，有点才识的话，那就可以去官府试试。咱们平州贴出了招贤榜，招揽各类人才，这360行啊，总有一行适合你们的。姓名啊，鄙人姓郭。籍贯邯郸人。擅长什么？我乃书生文人，可有合适我的活计？郭先生是刚到咱们昌黎吧？不妨先歇息2日，再来考虑工作的事。也行。郭先生可有住的地方？暂时还没来得及入住客栈。这样，我们平州府衙会前来平州的贤才们准备了住宿的地方，如果郭先生不介意，可以住到那里去。好啊。江一舟安排了个小吏带他前去，平州府衙将他安排到一处平房里。郭先生，你可以先在椅子上休息一下，喝点热水，晚点呢会有人把炕烧起来，屋里就会变暖和了。稍晚啊，会有人给您送来铺盖和一些洗漱用具，晚膳您可以到前面吃，就刚才进来的第2间屋子。如果您需要方便，出了门屋后面有个茅厕。你们平州对每个外来人都这么好吗？那可不是。小吏心说，至今住进来的人屈指可数。他用完早饭不久，房门就被人敲响了。郭冲，郭先生，久仰大名，欢迎来到平州。你是吕宋黎吕州长吧？没想到郭先生出山的第一站竟是我们平州。这并不难猜吧？而且你们也猜到了，不是吗？吕州长怎么确定我便是郭冲呢？郭先生之才鲜有闻名，汝之动向，吾怎能不让人留意？平州搜集消息的渠道还挺可以的嘛。一般，相信不止我，谢战、晋王和成王等人亦是如此。那肯定不止刘毅老夫一人。我能问郭先生一个问题吗？郭冲颔首。郭先生觉得谢战、晋王和成王3方势力中，谁最有可能成为南方一带最大的势力？乱世方起，吕州长此问难住老夫了。这问题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了。不过这已经是吕州长第2次提到谢战、晋王和成王3方势力时用的是同样的顺序了。难道吕州长比较看好谢战吗？觉得他能力压晋王、成王，成为南方一霸？我能说这只是顺口吗？排名不分先后，
刚才的问题作罢，我换个问题，郭先生如何看待我平州、南地以及晋王、成王的四方势力？平州、南州、晋王和成王先后举事，四方势力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但如今打开了局面的只有平州。平州第一个反，并且先后和鲜卑大军以及朝廷大军交手过，而且在2次战役中都取得了胜利。首先是割据了幽平两州偌大的地盘，其次是强大的军事实力，最后是平州的檄文，让平州立于正义大义的一方，吸引了天下无数有识之人的欣赏和倾倒。比如他第一站来的就是平州，范阳那家伙估计还在等南地和朝廷斗出个结果呢。谢战这里进可攻，退可守，是有退路的，并且是可以接受招安的。对于心性谨慎的人才而言，谢战这里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别看现在朝廷和岭南打得激烈，皇帝和谢战仍旧是有合作的可能，而平州和皇帝则没有这种机会了。这就是我们主公和谢战的区别。谢战在可与不可间反复横跳，考虑的永远都是自身的利益和安危，而我们主公永远都是从大局出发。成王、晋王获利最小，对于有识之士而言，他们现在只是个备选项。等着吧，朝廷再输给鲜卑的话，会有忠于宋氏王朝、心向宋氏王朝的人在失望之余，将希望转投到2人身上的。听完郭先生的分析，您是不看好我们平州吗？不，恰好相反，正因为平州这种破釜沉舟、非黑即白的孤勇，才是最有赢面的一个。那郭先生可愿留下，在平州与吾等共襄大业？在此之前，老夫需要问吕州长一个问题。郭先生请问。你是秦吕两家的侍郎吗？我是。郭某愿以微薄才学助州长一臂之力。郭先生，吾先为您引荐2人，这是吾父吕德胜。郭先生好啊。吕大人你好。这位是薛许薛长史。薛许。郭冲。欢迎加入咱们大平州，以后咱们可就是一个锅里搅勺的了。咱们一起努力辅助州长大人，以平州、幽州为基础，逐步将整个盘子做大做强。好的，大家同心协力，辅佐州长。郭先生啊，恕我冒昧，你与范阳齐名，不知你与之相比，孰强孰弱呀？我俩的能力应该是不相伯仲，只是擅长方向不同。范阳此人出身世家，一身才学本领源于正经官学，也就是说，范阳善正道阳谋，而我善奇道诡道。郭先生，吾拜你为军师中郎将如何？谢过州长的提拔和器重，郭某一定用心做事。以秦衡的沉稳搭配一个擅长奇道的谋士，应该可以发挥出1+1大于2的作用。州长，平州是不是准备要攻打鲜卑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猜到的，我昨天进城后逛了一圈。他昨天才到的平州吧？哎呀，这敏锐的洞察力！你猜对了，我们平州确实准备对鲜卑用兵，不过这是有前提的。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便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吕宋离微微颔首，这时吕宋离的侍从来提醒他：州长，时辰不早了，4时2刻您要见个人。另外，七公院说过，今天早上还会有大雪的。连天气都有人预测吗？平州真是人才济济呀！哎呀，闺女实在是太可怜了，瞧这时间已经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军师，这里太逼仄了，崇文路那里有一座宅子，挺适合你的，不如你就先搬到那里去吧。可以。一会儿你收拾收拾，晚点会有人来帮你搬家。明儿个辰时，你到府衙报到，有问题吗？这么快吗？吕德胜同情地看了他一眼。南地，岭南居城而守，顽强地抵挡着朝廷大军的每一次攻城。大人，我们接到消息，郭冲去了平州，吕宋离拜之为军师中郎将，郭冲目前已经走马上任了。
他这么快就决定留在平州为吕宋离效力了？是的呀，太快了。江先生，郭冲去了平州，咱们有没有可能争取到范阳？这个不好说，大人，我们当以目前的战局为重。先生所言极是。就在鲜卑大军和孙家军在雁门打生打死之际，平州已经悄然出兵。可汗，不好了，平州攻打了扶余部落。鸣金收兵。接着他回到王帐，召集部下议事。怎么会输得这么快？不是有人留守的吗？不知道啊，不知道。我留人了。傅汗，现在该怎么办呢？可汗，我要带他们回去救人。阿克斯，冷静一下，稍安勿躁。阿克斯，冷静一下，稍安勿躁。现在整个扶余都被人偷了，你让我怎么冷静啊？阿克斯，你生气于事无补啊！哼，你能冷静，是因为你的部落无事。如果现在被攻占的是你的部落，我看你比谁都急。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怎么可以乌鸦嘴？万一成真了怎么办？可汗，你多拨一支军队跟我回去行不行啊？平州兵不是大黎那些软蛋，你这个时候撤兵回援，人家一个以逸待劳，正好把你扶余族一锅端了。到时你连带出来的扶余青壮都要损失掉。那我该怎么办呢？扶余一部分已经被对方占领了，我知道这很难让你接受，但这是事实。为今之计，只有努力打下雁门和代郡，之后不管是谈判也好，还是怎么样，我们手上也有筹码。可汗，下次进攻由我们扶余部落的勇士打头阵。可徐君凡一行天使抵达东海之时，那是声势浩大。朝廷这次开出了优厚的招安条件，同意两个兄弟占2州自治，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再反朝廷。宋墨有这么大方？宋墨想破局，这不奇怪。董先生，宋墨的招安令，咱们是应还是不应？王爷不妨答应下来。如果靖王答应了，而王爷不答应，那王爷必将成为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啊！行，那就答应他。与此同时，晋王那边也觉得可以答应皇帝的条件，毕竟唾手可得的好处，不答应的是傻子。此时的平州高层也在讨论此事。哎呀，这宋墨真是疯了，他这样做直接让大黎分裂了。哎呀，宋墨为了不让成王和靖王给朝廷添乱扯后腿，显然是下了血本的。宋墨倒是有壮士扼腕的决心呐。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宋家这3兄弟算不算兄弟戏于墙，而外御其侮？这何尝又不是攘外必先安内呢？姜伯牙从锦县码头登陆，求见州长吕宋离。岭南司马姜伯牙拜见平州吕州长。姜司马不必多礼，姜司马千里迢迢从南地来到平州，不知所谓何来？吾为结盟而来，我们岭南刺史谢湛谢大人想与平州结盟，不知吕州长意下如何？二圣啊，这姓姜的刚才说啥了？他说谢湛想和咱们结盟。也就是说，我刚才没听错？对，您没听错，吕州长如今乃益州主事，想必不会至今仍对过往儿女私情耿耿于怀吧？我与谢湛之间没有儿女私情，只有恩怨仇恨。姜司马不必对吾用激将法。至于是否与南地合作，我平州人才济济，自会仔细考量。同时，吾之决断不会掺杂个人恩怨。吕州长非寻常人也。我们平州为什么和你们南地结盟啊？秦小将军此言差矣，双方结盟不仅对我们南地有利，对平州亦是有好处的。大黎的5方势力中，3方姓宋，只有平州和南地是外姓。如今姓宋的3方已经抱在一团，南地和平州若不结盟，必然会被他们各个击破。结盟之后，
南地和平州可以互为一角，守护相望。南地和咱们平州一南一北的结盟之后，我只看到对你们有好处了。如今南地之危迫在眉睫，如果我们平州答应结盟，便会立即引火烧身。我却没看到结盟对平州有什么好处。即使我们平州有难，你们南地那么远，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呀。南地和平州单打独斗，南地固然举步维艰，有灭亡之险，但平州呢？平州的危机本来就是一直存在的，不在于与南地结盟与否。宋氏三兄弟解决了南地之后，掉头过来就该对付平州了。南地之今日，便是平州之明天。所以我说，南地和平州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平州的危机是一直存在没错，但也是有先后缓急之分的。没想到啊，这家伙嘴皮子也挺利索的嘛。李州长，不结盟，平州固然能得一息安寝，但与生死存亡相比，您应该很清楚孰轻孰重。合作倒也不是不行，谢战愿意给出什么条件和我们平州合作？如果平州同意结盟，并且帮助南地度过了此次危机之后，平州有难，南地无条件帮平州解围3次。另外，南地愿意划出一郡之地作为李族栖息地，或者吕州长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大人确实不知道平州需要什么。如果平州答应结盟，你们南地那边希望我们做什么？希望平州能出兵攻打东海晋王。姜司马，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虚的，真心想合作就拿出诚意来。毕竟咱们平州出兵，那是真刀真枪的干，和你们南地一起分担大黎的火力。不知吕大人的诚意指的是？来点实际的，真金白银、米面粮油这些。说实话，南地先是经历水灾，现在又和朝廷打仗，你们知道的，不管是水灾的损失，还是赈灾以及打仗，都很费钱。南地确实没什么钱了。我们南地是真心想和平州结盟的，如果平州只有这个条件，我们南地愿意出500万两银子，请求平州出兵。另外，东海地区的战利品皆归平州。这个不急，姜司马刚刚来到平州，可还习惯？除了有点冷，倒还算习惯。姜司马，别来无恙啊！当年我们在长安一别多年了啊！谢郭军师关心。姜司马，南地的冬天和平州的冬天是不是大有不同？他想将话题拉回来，却被人3番2次岔开，引到别的话题上去。吕宋离回到秦府，便让人去将郭冲和薛许请来。咱们从头到尾来捋捋这事儿。好。事情从朝廷决定派兵攻打谢战开始，谢战与成王联手抗击朝廷大军。宋末派出董国为带领10万大军攻打南地，却久攻不下，此事极大地伤了皇上以及朝廷的颜面。为了打破僵局，宋末决定割让2州，招安成王和晋王，并联合2王围剿谢战。闺女儿这边有帮手，挺好的。宋末此举那是下足了血本要告谢战，而谢战肯定不想坐以待毙的，所以他让姜伯牙来平州，欲与平州结盟。一切都顺理成章，逻辑上完全讲得通。我并不相信谢战会将唯一生的希望放在平州，换句话说，是放在我身上。可是姜伯牙来平州了，在谢战无法亲至的前提下，姜伯牙的分量那是最重的了，给出的条件是如此的诚意满满。如果我们平州拒绝与之结盟，谢战难道不是到了绝路了吗？未必。现在除了我们平州之外，就还有鲜卑这一方大势力了。难道谢战要和鲜卑合作？这应该不会吧。可是除了我们平州和鲜卑，他还能从哪里借力呀？不，谢战还能和一个人合作。谁呀？宋墨？这2人还能合作呀？不是，宋墨有那么大尺度吗？毕竟谢战也是要反了他的人之一啊。这2人没有节操的吗？
其实谢战和宋墨的核心需求是有重合点的。宋墨需要破除僵局，尽可能的消灭境内势力，他想一下子将这4方反他的势力全部清剿，那是不可能的。朝廷的兵力不足，没有一力降10会的本事，结果就是哪一方都除不掉。目前的僵局就是结果。宋墨解决僵局的方法只能连横，然后各个击破。对，宋墨可以和成王、晋王合作，然后攻打南地和平州，也可以和南地乃至平州联合对付晋王和成王。反正对宋墨来说，或者消灭成王、晋王，或者消灭谢战和平州，区别不大。在这个前提下，谢战就有操作空间。那么问题来了，姜伯牙知不知道谢战暗地里的打算呢？如果不知道，谢战就太小心了。这个计划竟然连麾下最心中的谋臣都没有透露。可是如果知道，姜伯牙还弄得像真的一样，许下了这么多承诺。这些如果是为了达到更高的目标，都是可以许出去的。毕竟有些事情必须骗过自己，才能骗过别人。说实话，谢战派姜伯牙来平州寻求联盟，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呀？这一局明显和平州没有多大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呢？要么咱们平州也是他的备选项，要么就是为了迷惑咱们，让咱们别去横插一脚坏他的事。最重要的是迷惑晋王和成王吧。天哪，这谢战竟然连我们平州都要利用，这也太贪心了吧。不，这不是贪心，他考虑得很周全，他将我们平州这个变数都算进去，是对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宋墨怎么会信任谢战啊？谢战毕竟辜负过他，反过他的。宋墨作为皇帝，不会那么天真的。谢战肯定用了什么取信于他的手段。谢战他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啊？吕宋离摇了摇头，他不是神，没有任何的信息就能凭空猜测。那咱们平州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当然是将计就计。我估计在谢战的预设中，我们平州有很大的可能会拒绝联盟。正如之前讨论过的，平州答应联盟没多大好处。再者就是谢赵两家和他们秦吕两家的恩怨。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不拒绝呢，谢战必然也要将此情况纳入考虑范围的。对，如果我们同意结盟，他也不怕，联盟了，按照谢战的计划，我们出兵能牵制晋王。在此期间，谢战和宋墨必然是先去清理成王去了，徒留我们和晋王打生打死，最好是双方两败俱伤。等他们腾出手来，再回过头来收拾晋王，顺便呢可以搂草打兔子，看看能不能将咱们平州也收拾掉。哎呀，这才是谢战完完整整的计谋吧？要不要将我们的推测告知成王或者是晋王啊？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就算我们想告诉，可能也来不及了。谢战宋墨的计划已经开始了，至少针对成王的局肯定已经在进行当中。而且成王和晋王未必会全然信任宋墨，未必就不提防着朝廷。咱们真的要出兵攻打晋王吗？谢战想利用我们平州，我们呢将计就计，给他个教训，让他知道什么叫肉包子打狗。这个比喻是不是有些不恰当啊？这得好好合计合计呀。平州同时展开2处战线，有可能会出现3线作战，能做到吗？兵将问题不大，出兵东海，最大的问题是后勤粮草补给。这个我来想办法。那就没问题了。要在朱崖岛砍伐一批木材，南地需要无条件同意。你知道的，因为平州距离东海甚远，你们南地出500万的军费，用于支付路费还有粮草的费用，其实不太够的。我们平州也体谅你们南地的不容易，所以我允许你们拿别的物资来抵军费的短缺。你们要砍伐的木材是什么木材？这个无可奉告。吕宋离要的是朱崖岛上的橡胶木。那要多少总能说吧？我们总不能让你们平州将朱崖岛上的木材全部砍伐殆尽吧？10万吨。不可能，太多了。姜司马别急着反对，我们要的
是湿木材。行吧，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先拟好盟约，然后我们这边立即让人出发前往朱崖岛，你给个凭证。江伯雅手书一封，这信是写给朱崖岛的看守的。信末，他拿出印信盖了个章。500万两银子一到，我们平州立即出兵。不用等了，银子给你们，你们出兵吧。我们大人之前让人在鸡市钱庄存了500万两，此乃取款凭证。姬无银在平州吧，你可以将他请来确认此事，确认属实的话，让他直接将银子划给平州，可以做到吧？姬无银很快就到了，他很快就查验并确认了江伯雅手中的信物为真。如果对方还知道密语，就能将这笔银子取出。这笔银子我能做主让你转给平州吧？啊，可以。这是300万两，给你们。后续的200万确认了你们出兵后再给，3天内必出兵。江伯雅轻轻地点了点头，心里狠狠地松了口气。并州、雁门再一次艰难地击退了鲜卑的攻城大军之后，孙从义直接靠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爹，朝廷的支援怎么还不来呀？这我哪知道啊！再给朝廷去一道请求支援的奏折。臭小子，敢命令你爹了？到底谁是爹，谁是儿子啊？已经去了2道折子了，那就再发一道啊！咱们皇上不会以为仅凭我们孙家军10万大军就能守住雁门和代郡吧？现在鲜卑集结了30万大军在雁门关外呀，就算我们孙家军全部上，1对1的打，将整支孙家军打绝，都是灭不掉对方的好吗？再等等，也许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希望吧。平州辽西郡锦县码头，3日一过，平州准时出兵。曹帮的大船停靠在码头，随时可以起航。林副帮主，是不是快要出发了？啊，是的，林副帮主和吕州长交情挺好的呀。哈，还行还行。我见曹帮和平州一直都有合作，甚至连平州出征这样的大事，曹帮都愿意帮忙，这可不像是还行的样子呀。没办法，平州给的太多了。林副帮主，我们岳将军有请。江伯雅顺势看过去，发现林山正在和一位穿着胄甲的高壮汉子说话。他抓住一个路过的小将。那位将军是谁呀？真是英武啊！他是我们岳叔，岳将军。能和我说说你们这位岳将军吗？可以啊，说起来岳将军还是你们南地人呢。他是我们南地的。骗你干什么？3年前南地水灾，岳将军家里遭了灾，一家子在南地生存不下去了，这才来到平州的。平州打算派出多少军队啊？这是机密。这平州将领的防备心是不是太重了一点？我们好歹已经是盟友了呀，出兵数量都不愿意透露一点吗？江司马放心，你目前看到的只是出征东海的一部分将士。此次我们平州出征的将士从临榆、锦县还有安市3个码头出发，会在海上会合。江伯雅点了点头。要是没问题的话，就登船吧。夫人，等等，族长在议事呢，您不能进去。夫人，请容奴婢通禀一声啊！滚开！下人拦他不住，赵玉潭直接走了进来，全然不顾一时听其他的人。你们先下去吧。有什么事吗？你没有什么事要和我说的吗？丽儿呢？你说话，你给我说话！那么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了，现在孩子不见了，你告诉我，孩子现在在哪儿？你先冷静一下，孩子现在很安全。我问你，孩子人在哪儿？在长安。孩子为什么会在长安呢？你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长安去啊？我与皇上合作了，需要灵儿暂住长安。激动之下，赵玉潭甩了谢战一个耳光。你的心太狠了，你知不知道他是你唯一的孩子？要不是我觉得蹊跷，派人偷偷去了一趟庄子，这事儿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身为谢家的嫡长子，家族出现危机，在不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帮助家族渡过难关。他才1岁多，不到2岁，他有什么责任？
就在这时，赵玉潭的生母罗氏匆匆赶来。岳母，您来了，麻烦您了，我这边还有事情待处理。师培，谢战，你给我站住，你不许走！闺女，你想开一点儿。覆巢之下无完卵，南帝危在旦夕，姑爷他也是逼不得已的。我不听，外孙是姑爷唯一的孩子，他在长安为质，皇上不会让灵儿有事儿的。幽州上古郡逐鹿县，孙大将军已经命令下面的人开了城门，目前雁门的城门已开，让老百姓各自逃命去了。薛先生，你说孙明会来吗？会来的，雁门代郡还有孙家军，他们已经走到了绝路，但凡有一线生机，对方都不会放过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并州和幽州比邻，孙明带着心腹以及一小股兵马，将信将疑的来到约定的地点时，也才进入亥时。孙大将军，久仰。孙大将军，别来无恙啊。吕州长，秦将军。这位是孙小将军吧？吕二姐啊，不对，吕州长，我是孙从义。可怕呀，吕二姐身上的气势更胜从前了。你继续喊我二姐吧，不用客气。我听明智提起过你，之前谢战的事情，还多亏了你帮忙。吕州长，不得不说，你的胆子很大。孙大将军值得我冒一次险，而且说到胆子大，孙大将军敢只身前来，也不遑多让。对于他的恭维，孙明不置可否。孙大将军，雁门要守不住了。是的。孙大将军，宋末将杨英清所领的本该支援你们的10万大军派去南方，配合谢战围剿两王，故而不会有援兵来支援雁门和代郡了。你们还要坚守吗？皇命不可违呀。好一个皇命不可违！孙大将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自己不惜命，亦不惜麾下将士的命吗？大将军爱兵如子。吕二姐，你不知道，我爹打算带一支敢死队顶在最前面，和先辈大军同归于尽，请护剩余部众撤退。但孙大将军，恕我直言，这些不过是无谓的牺牲罢了。我知道你这么做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好的，但这样的做法确实是在朝廷逼迫以及你内心选择之间做一个最优解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想为孙家军保留一些火种，不愿意将孙家军都打绝之时，你就已经违背了宋末的旨意。宋末此人刚愎自幼，最厌恶别人忤逆他，你这么做，他不会看到你的苦衷。即使你为大黎战死，你让孙家军撤退，那就是有罪，你的家人依旧会受你这个决定所累。具体可参照我们秦家与我公爹秦越前太子之死，乃因皇子之间夺嫡之争，我公爹无辜牵涉其中，即使他临死之前以一己之身重创羌胡一族，秦家亦不能幸免于难。爹，你听到了没有？宋末也是可笑，他还好意思治咱们的罪。如果朝廷真的到了强弩之末，孙家军誓死守卫边关，就算将整支孙家军都打绝了，我也无话可说。但是朝廷明明有援兵，宋末却将之派去南方平叛，此中孰轻孰重，孰缓孰急，他不知道吗？他这是选择牺牲我们孙家军呐！吕州长，其实你早就觊觎孙家军了，对吗？孙家军忠肝义胆，能打仗，能打胜仗，谁会不喜欢？吕宋一介女子，竟然如此不掩饰她的目的，不愧是能当上益州之长的人。吕州长，孙某非常感激汝之赏识，但是孙家满门忠烈之名，不能毁于无手。他决定效仿秦越。孙大将军或不畏死，但蝼蚁尚且偷生，如以身殉国，故能保全孙家之名声。你觉得你死得其所，但你有没有想过，活下来的你更有价值？孙大将军带兵多年，不会不明白培养一支纪律严明、会打仗的军队到底有多难，到底要投入多少资源。孙家军因为宋末一纸圣旨，打没了一半的兵力，
对得起他了。但这么些年来，缴纳赋税的是老百姓，养你们、养朝廷的也是老百姓。你死了倒是干脆，你对得起天下百姓吗？鲜卑目前集结50万兵马，并州外30万，凉州20万。人间正道是沧桑，这片土地上的汉人需要孙大将军您这样带兵打仗、经验丰富的老将。孙大将军，您的责任重大。而且你不死，兵权在握，苏沫也会忌惮你，孙家将会成为他拿捏你的把柄，他有所顾忌。可你若一死，孙家活下来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孙叔，满门忠烈之名固然重要，但是比起一家人的性命，区区虚名就何足挂齿。况且这也只是一时间的。我们州长说过，历史是为胜利者书写的，待将来我等事成，历史评价自然会重新书写。对呀，与其在大理朝廷里做满门忠烈，还不如奋斗出一个新朝。世人皆说你爹吕德胜巧舌如簧，却不知吕州长也不遑多让。不得不说，平州这些人是会说服人的。孙大将军谬赞了。千金之子不做垂堂，我主不惜以身涉险。孙将军真的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我主的建议，加入平州，先活下来，再考虑别的。在下孙明率孙家全员将士在此宣誓，愿追随主公吕宋离，辅助主公南征北战，统一天下，生死无悔，苍天为证。孙大将军，快起身，还有诸位不必多礼。长安皇宫，捷报传来，得知成王宋乾已伏诛。宋沫大声叫好：恭喜皇上，贺喜皇上！逆贼伏诛，接来皇上洪福齐天，真乃天佑大礼也。谢湛在折子中说，他们已经集结兵马，一半派去攻打晋王，一半派往并州、雁门和代郡支援孙家军。看完折子，宋沫下旨封谢湛为大黎兵马大都督，掌管天下兵马。南地，谢湛接到朝廷封他为兵马大都督的旨意，其麾下不从都喜气洋洋的。成王已伏诛，董先生接下来有何打算？谢大人，实不相瞒，经过此事，董某深感疲倦，是想回老家休养一段时间，再思前路。董先生，我能体谅先生如今有些许心灰意懒的状态，但如今鲜卑胡卢野心勃勃，国中叛逆横生，忽有志于驱除胡卢，平定叛乱。先生有济世之才，还请先生助我，还大理百姓一个朗朗青天呐！哎呀，谢大都督啊，此言过誉了。董某才疏学浅，当不得此大任呐。先生勿要妄自菲薄，如今国难当头，还请先生怜悯天下苍生啊！谢大都督啊，强扭的瓜不甜，特别是对于我等谋士而言，那更是如此。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得才对呀。也罢，不过现在国中很乱，董先生先安心在南地住下去吧。什么时候心回意转，就派人来说一声，吾虚席以待。他是不可能让董继川离开的，因为他有可能会跑到平州去。谢都督大人体谅。吕州长，你们不是要从卓雅岛运送1万方的木材回平州吗？现在连一半都没有呢，就让所有伐木工都撤了？这1万方只是明面上的数量，骗谢湛他们而已。谢湛不可信，需防他一手。再说了，让你们曹帮少干点活，难道不好吗？谢湛和宋沫暗中联手了，那个时候不撤，再晚怕是要回不来了。吕州长，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平州的伐木工人我先给你们送回来了，但是那批木材还在水上漂着。这个不急，林副帮主再帮我运送一批将士到东海。吕州长，你还要对东海增兵啊？反正现在平州无事，就让他们去东海玩一玩。哎，行吧，吕州长你高兴就好。长安，这日东海传来捷报，董国维和魏旷所领的2路大军已经将会稽拿下。皇上，
杨应钦大将军所领的3万前锋，在广武县遭遇鲜卑骑兵大军袭击，两军激战之下，杨大将军不敌，率众退守新兴。双方既然对上了，损失各有多少啊？对，都打起来了，就会有死伤。杨大将军所领部将大概损失2万余人。那么斩杀了多少鲜卑骑兵呢？3000。场面瞬间安静。等等，鲜卑骑兵怎么会出现在广武县？孙家军在做什么？皇上，雁门丢了。什么？那戴郡呢？戴郡也失守了，雁门失于鲜卑之手，戴郡则被平州占领。孙家军呢？杨大将军传回的消息称，26日晚，孙明大将军领着弹尽粮绝的孙家军决定与鲜卑展开殊死决战。不料决战那晚，雁门地动，孙家军和鲜卑大军都是没有逃脱，加起来竟有10万人遇难，城内更是横尸遍野，孙家军则全军覆没。这些消息都是杨大将军通过逃出来的雁门老百姓收集的。现在雁门已经被鲜卑占领，杨大将军说打听到雁门的消息不易呀。雁门孙家军真的全军覆没了？杨大将军说雁门关地动是事实，孙家军有没有活口不知道，总之他是没见着一个孙家兵逃出。如果不是全军覆没的话，至少会有残部逃至新兴、中山等地。情况太反常了，什么样的地动也不至于一个也逃不出来吧？戴郡呢？又是怎么失的？杨大将军派人查到的说法是，26日晚，鲜卑同时向雁门和戴郡发起最后一波攻城战。戴郡的守军比雁门的弱，最先失守，戴郡守军基本战死。鲜卑大军刚清理完戴郡守军，平州大军来了。戴郡刚落入鲜卑之手，还没捂热乎呢，后面又被平州夺了去。于是平州是得了里子，成功让孙家军死遁，鲜卑得了面子。大理查明了真相，皆大欢喜。蓬莱酒楼，谢战站在包厢内，眉目沉沉，远眺万里碧波。可惜了之前给出了300万银子和那笔木材。大都督，客人到了。哦，汪君涛来了。双方一番寒暄之后，谢战说出了自己的目的。我希望曹帮配合朝廷剿匪行动，暂停一切船运1个月。谢大都督，你这样的要求曹帮做不到。曹帮有很多的买卖早就是定下的，很多客户就等着我们曹帮按时去提货送货呢。这停运1个月，且不说这1个月损失的钱财，曹帮的信誉也会严重受损呐。汪帮主，朝廷不计较你们曹帮之前与平州暗中来往合作一事，这会儿你应该知趣一点才对。朝廷要剿匪，我们曹帮肯定配合，我保证我们曹帮不做平州的生意了。汪帮主，朝廷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平州叛军狡诈多端，我们也是不得不防啊，还望汪帮主能体谅一二。谢大都督，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如果有，我也不愿意让汪帮主为难。行，我作为曹帮帮主答应了，如君所愿。汪帮主这1个月就先暂时在巨章小住如何？谢大都督，这便是你的待客之道。汪帮主啊，此乃皇命，一切都是为了朝廷。行，我汪某人领教了。汪君涛一行人被请下去之后，他的属下拿着一封信，匆匆到了酒楼。大都督，不好了，雁门戴郡被攻破了，孙家军全军覆没。什么？谢战夺过信，一目十行的看完。大都督，现在该怎么办？按计划行事，蒋应钦带着7、8万将士据守新兴，应该可以抵挡一阵子。最重要的是，平州摘了鲜卑的桃子，鲜卑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鲜卑和平州肯定是要斗上一斗的，咱们趁着这段时间得尽快完成目标。是。如谢战所料，鲜卑和平州在戴郡斗起来了。你们要攻城是吧？攻吧，
反正挂在上面的是你们胡人，要是不小心被你们打死了，或者掉下去了，那就长这么大了。平州怎么净出这么阴损的点子？端的丧心病狂，卑鄙无耻下流。行了，你不用哭了，本可汗已经决定派人去和平州商谈释放扶余俘虏一事。嘿，那太好了，可汗，你赶紧派人，我不哭，不耽误你了啊！接着，拓跋可汗果真派使者去问平州方面，他们想将人赎回去，问平州要什么条件。可以让他们分批赎回就是。这事儿刚好被吕德胜知道了，他光速跑来上古郡，到闺女跟前请命。这事让我来。对于吕宋离来说，他爹愿意和鲜卑交流，那当然最好了。吕德胜领命后，带着人颠颠的去告诉鲜卑来使他们平州的决定。你们平州是什么意思啊？反正就是你们鲜卑想赎回扶余族的俘虏，那是可以的。我们平州愿意让你们赎回老人和孩子，但是青壮嘛，暂时不能赎回。为什么？你看我们傻吗？青壮给你们赎回去，那不是给你们增加兵源吗？再回头来打我们。那你们平州需要什么条件？大概什么时候愿意让我们将青壮赎回？等他们改造完成，你们就能将人赎回去了。至于条件嘛，到时候再谈。你说什么？你们鲜卑人不是不会种地，不会造房子，不会修路等等吗？我们免费教你们，等他们全部学会了，你们就能把人赎回去了。鲜卑使者团表示，他们需要学这些东西吗？哎呀，你们呐，就是太懒了，啥都不想学，才会吃不饱穿不暖，才会总想着去抢别人的，这样是不对的。虽然我们都知道不劳而获是最快的能够获得财富的方式，不劳而获谁都想，但是当强盗也不是每次都能吃到肉的。就比如这次你们就挨打了吧，所以呀，这做人呢还是要踏实一点儿。什么叫杀人诛心？这就是啊，我们到底造了什么孽，要受这样的折磨呀？好了好了啊，现在的问题是人你们是赎还是不赎？赎，要赎的。赎的话，那咱们就来算算赎金。这10万老人和孩子给个打包价啊，100万两银子。100万两银子？我说你们怎么不去抢啊？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每个老人6两银子不过分吧？孩子是希望，每人12两，这不过分吧？现在老人孩子一共10万人，收你们100万两，过分吗？这是良心价了，好不好啊？阿克斯族长啊，这100万两银子，我相信你是拿得出来的。眼前这位不是你们扶余族的人吧？看看有他这样谈判的吗？他是不是想你们灭族啊？你们平州这么嚣张的吗？是不是忘了北境还有凉州都是在我们鲜卑手里？你们就不怕我们搓磨辖下的汉人？话说，你们鲜卑是不是威胁错人了啊？这话你们该对大黎皇帝说才对呀。阿克斯族长，我刚才的话你多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自家的事儿自己得上心，别指望着外人替你操心。行了，回去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就拿赎金来啊。当然，你们不想赎人也没关系，反正扶余族的老人和孩子我们养着就是。尉迟勋还欲说什么，被他一把拽走了。他要回去找拓跋可汗拿银子。鲜卑王庭，我们不能这样被平州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意思？是让可汗不管我们扶余族的死活呗？阿克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有别的办法来达到目的的。你给我闭嘴！这有你什么事啊？可汗，咱们是联军呐，你可不能不管扶余族的死活。阿克斯，就让他试试吧。反正平州给了3天的时间，不行的话再交赎金。反正这100万两银子先给你准备着，可以吧？随便你们。于是新兴和中山两地的老百姓就遭殃了。鲜卑抓老百姓的动静很大，甚至有老百姓跑到上古郡求救。老伯，你们的诉求我们会报上去的。至于出不出兵，上头自有考量。我们平州还很弱小，没办法随意出兵。如果可以，你们尽快离开，前往安全之地吧。
这会儿吕德胜正好在，听完这事儿，嘟哝了一句：“哎呀，朝廷无用啊，竟让鲜卑在大黎境内如入无人之境。”爹，鲜卑骑兵在这个档口大肆抓人，不用想都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放心吧，随便他们怎么折腾，我是不会让他们拿捏的。3日时间一到，双方再次见面。俘虏带来了吗？你们银子呢？银子没有，但我们可以拿别的和你们换。你们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拿汉人和你们换扶余俘虏。不换，我们为什么要和你们换呢？麻烦你们搞清楚，是你们想赎回俘虏的。既然想和我们平州做交易，那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不换，那这些人就去死吧。身后的人接收到信号，就开始将一批汉人拉了出来，手起刀落。你们要这么玩是吧？好，我们奉陪到底。这时鲜卑那边已经杀光了第一批，正推出第2批汉人。杀！你们只管杀，尽管杀！你们现在杀几个，回头我就让几个扶余俘虏抹脖子。哎呀，算了算了，也别回头了，就现在吧。吕德胜的声音刚落，平州这边也推出了几十个扶余族俘虏，同样给鲜卑的谈判团们表演了一个手起刀落、砍瓜切菜。哼，不就是一些俘虏吗？不就几百两几千两银子吗？我们平州损失得起？来呀，互相伤害呀！想拿捏我们平州，做梦！吕大人呐，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呀！吕德胜不为所动。兔八群，你让他们给我住手啊！吕德胜啊，难道你们平州就不怕我们鲜卑50万大军攻打平州？怕你们呐啊！赶紧来，把驻守在北境和凉州的20万兵马也调过来。拓跋寻没辙了，让人停止了屠杀汉人。吕大人，咱们双方好好谈一谈赎回扶余部落所有俘虏的条件吧。你也知道，光赎回老人和孩子没意义。你们鲜卑确定要和我们平州谈这么大的买卖啊？你们扣着扶余轻壮，不就是想让人干活吗？干活的人我们帮你解决，你们将扶余轻壮放了如何？哦，那说说看，你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拿北境、凉州辖下的汉人和轻壮来和你们换，怎么样？北境、凉州和平州相距甚远，你们要把汉人的轻壮亲自运送过来呀？这不可能，耗费太大。我会给两地的轻壮发录音，让他们自己过来平州，他们的家人扣着，谅他们也不敢不听话。哼，我才不要呢！你们都知道赎回俘虏要一家子整整齐齐的，我们不知道吗？你们扣着这些轻壮的家眷，我们用着不放心呐。而且另外，虽然我不喜欢你们胡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们鲜卑胡人的体格比汉人强壮一点，汉人轻壮和扶余俘虏换，这不划算，就不能随意打嘛。反正经过几轮讨价还价，鲜卑这边需要开放北境、凉州两地所有的城门，平州方面也不管最后能接收多少，都不能再找事儿，同时释放所有的扶余俘虏。但是有个要求，就是他们鲜卑在开城门的时候宣传一下，愿意到他们平州的一家子人会有5两安家费。谈好条件之后，阿克斯就想让平州放人了。不行，你们鲜卑王庭没信用，屡次出尔反尔，我们信不过你们。我们鲜卑这边，可汗已经派人拿着手令去让守城的将领放人了，你们平州是不是也该有所表示？我们平州州长虽为女子，但从来都是一言九鼎。不过呢，我们平州向来都是公平公正的，你们既然已经开始履行诺言，那我们平州自然也会有所表示。来人呐，把扶余族10岁以下的孩子挑出来，让他们带走。阿克斯无语。你不要？要，当然要了。东海晋王府，朝廷如此不计得失的打法，是不是疯了？大黎如今失了雁门和代郡，现在肯定是迫切的想要平定宇内的叛乱呢。我看他们就是挑软柿子捏，有本事冲着鲜卑去啊，把雁门和代郡夺回来呀！不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本王要打平州远征军。众属官一懵，怎么就说到这儿来了？
这个平州兵不过是浪得虚名，在本王将士灭了之后，一来可以收复东台和江都，二来也能够释放更多的兵力来抵挡朝廷的进攻。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主动出击，不然真的是四面楚歌了。王爷，不可！现在朝廷来势汹汹，再去招惹平州才是腹背受敌呀！而且平州绝不好惹。白先生何出此言？王爷您想啊，平州从鲜卑手中抢走了辛苦打下来的代郡，鲜卑能不怒？鲜卑肯定和平州打过仗的，但至今没有传来鲜卑将代郡夺回去的消息。也就是说，现在平州依旧将代郡稳稳地捏在手里。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连鲜卑都没在平州的手里讨着便宜，能是好惹的吗？所以别看现在驻守在东台、江都两县的平州远征军像是本事平平，那是老虎不发威呀。军师是不是高估了平州军呢？如此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与军心不利吧？王爷想攻打平州远征军，也是想着以此撕开一道口子。俗话说，打得一拳开，免得万拳来。这一仗或许起到震慑朝廷的作用。王爷这想法也不能说错。如果平州军真如王爷所想的那般软弱可欺的话，怕就怕咱们这一拳打出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再多招惹一个敌人了。白某不赞成对平州远征军出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我最近一直在想，东海的出路在哪里？看如今的架势，朝廷是铁了心的要平掉东海的叛乱的，但朝廷也有弱点，那就是兵力不够的问题。鲜卑在北方肆虐，朝廷肯定会想方设法尽快给北方增兵的。所以别看现在朝廷攻打我们的力度很猛，但持续性肯定很差，不可能一直聚集那么多兵力攻打东海的。王爷，我们如今要做的是缩小战线，扛过这一波强攻。攻打平州，即使胜了，也会有兵源的减损。我们东海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地盘的大小，而是兵将的多寡。故而从方方面面考虑，此时和平州远征军对上都是不明智的。既然如此，倒不如与平州交好。可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引狼入室啊？对呀，现在本王示弱，是条狗都会来欺负一下，平州不会趁火打劫才怪。王爷，至少人家现在还没有对咱们出手，不是？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平州之前和南帝是盟友关系，后面谢战和皇上暗地里联手了。皇上欺骗了王爷，谢战何尝不是欺骗了吕宋黎？咱们可以争取一下，把平州变成我们的盟友。如何争取？拿出诚意来。在白行之看来，反正他们也要收缩战线，干脆将曲陶等地让给平州远征军好了。白先生，要不是确认你是我方成员，我都忍不住怀疑你被平州方面收买了。王爷，两害相权取其轻，曲陶等地让给平州，总比将地盘拱手让人朝廷好吧？好，就依军师你所言，宋墨不给本王活路，那就休怪本王给他添堵。此事就劳烦你来促成了。故所愿也，不敢轻耳。徐州、广陵郡、东台县。林副帮主，发生什么事了？我义父王军涛被谢战拘在会稽巨章县。由于朝廷的强力干涉，我们曹帮接下来没办法替你们平州再运送任何物品了，包括粮草。这些都是小事儿，王老帮主人没事吧？我们遵照谢都督的要求来做的话，性命无虞。那就好，那就好。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可以托别人帮你们运送一批粮草，但数目不能太大。这事儿我们自己来解决吧，没必要连累别人了。此事说开之后，林山便告辞了。谢大都督这是想切断我们的粮草供应，瓮中捉鳖啊！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这算盘珠子都打到我脸上来了。不过他谢战想吞掉我们这支远征军，也不怕崩了牙。这才过几天好日子呀，我们又要勒紧裤腰带了吗？